唉，怎么只剩这点时间了？大家至少也得提前1个月，不对，是提前半年通知我。哪有下周就上岗，今天才考中的说法吗？抱歉 ，Kiana， 这是我的疏忽。我以为你会特别开心，就先替你答应了瓦尔特先生的安排。要是你觉得时间上实在让你困扰，我今天晚些时候会再和瓦尔特先生他们沟通一下。啊，不用了，牙医。能成为赫利亚和克拉丽的带教老师，我的确很开心。我只是有点心虚而已。哦，我们叱咤月海鱼猫也会有心虚的时刻。布朗尼亚，你到底要念几遍才过瘾啊？那明明要怪阿拉哈托测试版的引导做的不够完善。如果你早点说1个月只能改1次名，我绝对会好好考虑。所以 ，Kiana 到底在心虚什么呢？你们想嘛，从源头上看，我是不是根本没什么当老师的经验？在圣弗雷亚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属于被大家教导的角色，就算到了月球也是这样。我现在每天都要被博士们拉着恶补前些年落下的文化课知识，每个周末、月末还要面对各种各样的考试，就连对中烟全能的探索，也几乎都是在大家的帮助下展开。而且这些年往返于月球和地球之间的人，来来回回就那100多位，我已经熟到连谁家小孩读几年级都知道了。所以，真要说起新面孔，和你们俩不同，我确实很久都没有见过了。牙医是火星探索选拔赛的主考官之一，早就和赫利亚和克拉丽打过交道。布罗尼亚之前也找克拉丽外包过一部分阿拉哈托的开发内容，而我呢，对现在的他们而言，就是完完全全的陌生人。真想不到，这些话有一天会从你的嘴里说出来。换做以前的你，估计根本不会有这些烦恼。等见了人，早就嘻嘻哈哈迎上去了吧？是，不过 Kiana 的担忧我也都能理解。如果你一时难以转变心态，担心自己会误人子弟，那不妨把他们当成2位即将转学来的新同学。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以老同学的身份，带他们了解、适应月球这个新环境。更何况，大家本来都是同龄人，我可以保证，至少他们一定会比我那些还处于青春期的学生好交流。这可说不准哦。啊？作为他们的主考官，牙医应该没有忘记选拔赛时发生的事吧？哦，原来你在意的是那个。确实，我们不应该忽视它。如果没有及时处理，它甚至有可能阻碍未来的训练。这样看，不仅是你，恐怕我们所有带教老师都需要重视起来。你们俩在进行什么加密通话吗？对啊，布朗尼亚是不是还没有完整看过选拔赛的录像？我的假期到正式授课当天才算结束。假期内我会卸载所有工作相关的软件，假期结束后再下回来。要不是你和牙医今天突然拉我来开茶会，我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瓦尔特先生安排了新工作呢。那你……有空的时候帮我多跑测几次阿拉哈托测试版，不准跳过剧情，要一句句听，顺带抓错字和语病的那种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们就带着布罗尼亚再回顾一遍当时的录像吧，以一种比较特别的方式。虚拟现实技术吗？天命现在的教学手段还挺先进的嘛。还不止如此啊，布罗尼亚可以自己体验一下。干脆利落的攻击。不仅如此，他也相当熟悉模拟怪物的弱点。她毕竟是天命的 A 级女武神啊。这种处理怪物的方式确实很有克拉丽的风格。如你所见，赫利亚和克拉丽都属于先思考后行动的类型。
不过赫利亚的作战方式显然更传统，他所有对付模拟怪物的手段都严格遵照女武神训练中教过的方法，每一击都完美踩中了考核中的得分点。换言之，在我们这些主考官眼中，他是一位彻头彻尾的3好学生。看他这种严格要求自己的劲头，我猜多半是被姐姐影响了。或许吧。另一边的克拉丽则恰恰相反，她真正的作战方式相当新潮，可在这一次比赛中，她只展现了她节能的一面。哦，就是能不自己打就不自己打的类型吧，简直和一开始过度依赖重装小兔的 Bronya 一模一样呢。你后半句有点多余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对过程如此执着。我们明明只需要把挡在路上的怪物迅速清理掉就好，但因为你的介入，我现在的效率反而下降了16.4%。我说过了，考官们不可能只看结果，否则我之前接受的所有女武神训练又究竟是为了什么？针对作战方式上的差异，我不打算妥协。你也可以继续坚持你的想法。至于考官会如何评分，那是他们的事，与我无关。克拉丽，你不会忘了这是双人赛吧？反正最后看的是结果，不是吗？如果没别的问题，我就要继续前进了。再见。喂，你给我等一下！原来这是双人赛吗？我看他们俩之前根本没有一起行动，还以为是个人赛呢。你瞧，这才是最让我头疼的地方。而你刚刚看见的争执，只是这场比赛的缩影。事实上，从分组结果出来的那一刻起，他们就一直在因为各种事情闹矛盾，比如从哪条路出发啦，什么时候休整啦，只要外面给点火星，他们就能给说成大火。唉，真正的战场可不会有这么多时间给人原地磨刀。是啊，虽然他们最后取得了双人赛的第1名，但那也单纯是因为他们个人能力比较突出而已。你们当年不也一样吗？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，你们怎么能因为我给谁加了第一块炸鸡翅这种事情吵起来。总之，关于刚刚的事，我已经有了一个点子，就是还需要1天时间落实。在此之前，我希望牙医和 Kiana 可以帮我收集一切有关赫利亚和克拉里的真实资料。另外，帮我通知幽兰戴尔做好准备。这场化解矛盾大作战，少了他可不行啊。